先切薄一点。这个已熟了的啊，最好吃不过这个了。来地里搞点红薯藤回去炒腊肉，你看狗也跟着过来了。 搞点藤藤啊，因为这个天呢，可能要选一下了，不然有些老了的，我们就挑嫩一点的。这里面最好玩了。好，这么多个了。小黑、小白回家了，走，走走，快点走，回家，别玩了啊，调皮得很。 我们现在要起火，把腊肉给烧一下皮。这块腊肉呢，我是在冰箱里找出来的，找又找出一块，找又找出一块，感觉这个冰箱是不是藏有宝藏哦？要烧一下皮才吃得动啊！我们这边很喜欢吃腊肉的，反正有客人来，还要贵客才给腊肉吃的。 一般有客人来就吃鸡、杀鸡、吃腊肉，毛炒菜烧起来快一点。哎呦！等一下，要猛火啊，猛火烧起来皮才行，不能用小火。给烧热了，要拿出来洗。这用热水洗才行啊！你看，削的烧的黑不溜秋的，但是一擦就金黄色的，就用钢丝球擦。 干干净净的，一擦就干干净净的。这个呢，我凉水又冲了一次，又洗了几次。先把它下锅煮，给它煮熟。我呢，现在把这个，红薯藤给弄一下，然后这个须弄掉。有些朋友好像说须可以吃的，其实如果嫩的话可以吃啊，老的我们还是要弄掉。这样吧，还是因为切得了，我可以用指甲，因为怕我的指甲承受不起。 我们煮的腊肉应该熟了，给它夹出来，来，熟了，再把这个切一下，切一节节。红薯，我再剪几颗的辣椒，这个在晒，还没晒干就先吃了。好，辣椒多一点，得洗一下，因为这个会怕有泥巴。咱们切这种节节的。现在没有完全干，所以好切；完全干了就不好切了，就剪刀剪好剪一点。切一点的姜，再拍一点的蒜。这个蒜呢，我们拍一点和那个茄子炒，还有一点和腊肉炒。现在要把这个腊肉切一下，你看这五花肉多美呀！切一下咱们就可以炒了。先切薄一点。这个已熟了的啊，最好吃不过这个了。
朋友们看到吧？这个腊肉，你说这里是肥肉还是色肉？我感觉就是肥色结合，有肥有色。你看到没？这就是腊肉。哇塞，这个好漂亮！我吃一口再试一下，这种五花是最好的。太香了。咱们锅里加油，要油少一点啊！我因为我只炒那个红薯藤，腊肉是有油的。姜蒜下锅，我再把这个红薯藤下锅，和辣椒一起下，来炒。这个呢要先加点盐，因为咱们这个是不要炒太久啊。好，辣椒很辣的，炒成这样我们就下了腊肉，再一起炒，这样炒就很快了的。哇塞！好，我们炒，好呛好辣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出锅。哎呦，辣椒还真的辣。这个一个是猪肉。一个是红薯藤呢，我们一般叫猪炒吧，猪肉炒猪炒。好的，一荤一素，一个腊肉，一个茄子，现在可以吃饭了。先加点腊肉，红薯藤炒腊肉。好。再搞点茄子，这伟记的茄子了啊，个头不大，但是好吃。先吃个腊肉，太香了。茄子，这小猪炒的茄子也超级美味。疼。有朋友说嘛，我冰箱怎么像这么能吃的，冰箱还能收出腊肉腊肠来？其实嘛，我也不可能天天吃腊肉腊肠，对吧？偶尔吃一餐就才好吃。要做的比较多，所以来吃点腊肉。还有再去加一点不够，再来点肉。这太香了，茄子，这红薯藤很好吃。来块腊肉。
买的鱼排，饭吃完了，要吃点腊肉和茄子就可以了。腊肉呢，我们这边过年每年都做，加上我做的比较多嘛，所以才有鱼的，还有冰箱有。如果做的少，早就吃完了。而且说实话，你天天吃腊肉或者天天吃腊肠也会腻的。不管你做什么事，天天做一样的，有时候也会烦嘛。像现在做好了之后就放冰箱冻起来，到放个1年都能吃的，味道还是挺不错的，挺香的啊。这不知道怎么说了，朋友们吃过腊肉的人都懂，好吃，确实是个好东西。